大家好，我是 Tony。我今天 Tony 開講要繼續談中華民國在台灣1956年，民國45年的歷史。1956年的台灣，我要討論的主題不在台灣島內，而是在海外。這一年，廖文毅在日本正式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並出任大統領，以流亡政府的身份向國際社會主張台灣國際地位未定論，訴求台灣獨立。廖文毅出生於台灣雲林的望族，他在日本時代曾赴中國留學，就讀南京金陵大學機械科，接着又前往美國留學，最後在俄亥俄州州大學獲得化學工程博士。二戰結束，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廖文毅曾經擔任過台北市公務局長。廖文毅擁有高學歷，精通中日英文，又有社會聲望。當時他有強烈參政的意願，不過他先後參與中華民國國民參政會及制憲國大代表的選舉，都競選失敗。他認為是因為自己的政治主張受到當時當權的國民黨故意排擠，而導致他的落選。1947年，台灣爆發228事件，廖文毅立即組織台灣228慘案聯合後援會，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呼籲中央政府將陳儀撤職，並派員調查慘案，取消專賣制度。然而沒有得到政府的回應，陳儀反而將廖文毅228事變首謀叛亂犯之一發布通緝令，廖文毅只好從此流亡海外。1949年10月，廖文毅在上海召開國際記者會，揭發228事件的真相，並提出台灣獨立的主張。後來國共內戰轉趨激烈，廖文毅於1949年12月轉往日本發展。1950年5月17日，廖文毅在東京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成為當時日本台灣獨立運動的中心，並開始籌劃組織臨時政府。1956年2月28日，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正式在日本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立之後，獲得不少海外台僑的支持，然而並沒有獲得任何國家的正式承認，而只是將它視為流亡政府領袖。然而由於當時國際冷戰已經開始，全球分為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大陣營。當時美國堅定地支持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並與中華民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雙方成為軍事同盟。而國民黨在台灣實施軍事戒嚴，統治趨於穩固。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難以在台灣發展組織，而未能在台灣島內產生實質的影響力。不過，當時在台灣執政的國民黨對此不敢輕忽，因為當時中華民國在台灣仍然仰賴美國的支持。萬一美國政府受到廖文毅主張台灣國際地位未定論的影響，那麼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可能就會面臨危機。因此，當時國民黨採取威脅與利誘的方式。一方面以廖文毅家族成員涉及台獨叛亂，將他們逮捕入獄，以死刑及沒收家產為威脅；另外則派人與廖文毅私下溝通，承諾釋放其家人及歸還財產，並給予廖文毅優渥的職位，勸他返回台灣歸降。由於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一直無法獲得國際承認，而又無法在台灣成功發展組織，廖文毅陷於現實與理想的兩難，最後在考量家族安危的情況下，廖文毅在取得協議保證之後，而於1965年返國歸順，而國民政府也遵守承諾，安排廖文毅出任曾文水庫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廖文毅回到台灣之後，則從此保持靜默，未再公開活動或發表言論，直到終老。廖文毅返國投降，被當時國民黨認為是10幾年來一項重大的政治成就，而廖文毅的同志則批判他背叛的理想。這些同志他們仍然繼續在海外繼續推動台灣獨立運動。後來隨着在美國的台僑漸漸增多，海外台獨運動的重心逐漸從日本轉移到美國。而由於台灣獨立運動在美國被視為是言論自由的思想主張，並未涉及組織犯罪，因此，即使國民政府視其為叛亂罪，但無法透過國際刑事組織逮捕在海外的台獨分子。
於是國民政府透過情蒐，將在海外涉及主張台灣獨立或與台獨組織有往來的台灣人列為黑名單，禁止他們返回台灣。當時有不少台僑或台灣留學生因為遭到舉報而成為黑名單，從此無法返國，只能在海外苦苦思念故鄉了。而1959年，台灣音樂人文夏填詞翻唱日本的歌曲《黃昏的故鄉》，因為這首歌抒發了游子在他鄉想念故鄉的情景，因此成為海外台灣人聚會中最經常被傳唱的歌曲。而當時在台灣，根據刑法100條，只要意圖或預備進行台灣獨立運動，即構成叛亂罪。所以當時台灣島內完全沒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言論自由。台灣獨立與228事件，當時在台灣都是不能碰觸的言論禁忌。所以台灣獨立的主張被完全隔絕於海外。當時許多台灣年輕人到美國留學時，才第一次接觸到228事件的歷史，以及接觸到海外台灣獨立運動的組織。這些留學生當然會因為好奇而想了解及接觸，然而有些人因此而遭到國民黨在海外的情治人員以及職業學生的舉報，而莫名其妙地成為黑名單，而從此就無法返回故鄉了。當時海外台獨人士的心情苦悶，就宛如台灣作家吳濁流在2次大戰期間所寫的《亞細亞的孤兒》這本書所反映出來的台灣人苦悶的心情。從1947年228事件之後，到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成立，長達20-30年的時間，台灣獨立運動在現實的條件之下，可以說是毫無希望可言。因為中華民國在台灣獲得國際承認，而且還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穩固，而台灣的經濟持續發展。台灣獨立運動就在前途茫茫之際，卻在1971年之後迎來了一個轉型的契機。因為在這一年，中華民國被驅逐出聯合國，從此一步步的成為國際社會的孤兒。國際社會認定的中國，從1971年之後，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再是中華民國。從1971年起，亞細亞的孤兒遇見另外一個國際社會的孤兒——中華民國，從此展開一段相恨而又不得不相愛的過程。因此，逐漸演變成新一代的台灣獨立運動。在台灣民主化之後，台灣獨立運動人士終於取得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中央執政機會。我就在這裡用大時代的角度來回顧從1895年以來100多年台灣獨立運動的4個時代、4種面貌。第一代的台灣獨立運動是受到馬關條約的刺激，1895年成立台灣民主國，反抗日本帝國接收台灣，訴求台灣重歸大清帝國祖國的懷抱。因此，台灣民主國使用的年號紀元是永清。第二代的台灣獨立運動是受到1917年蘇俄革命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民族自決的風潮所影響。1928年成立的台灣共產黨，主張推翻日本殖民統治，建立實施共產主義的台灣共和國。第三代的台灣獨立運動，則是受到1947年228事件的影響，由當時流亡海外的台灣人所發展的台灣獨立運動，以廖文毅為代表，否定中華民國接收台灣的正當性，而主張建立台灣共和國。第四代的台灣獨立運動，則是源於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然後台灣走向民主化，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國崛起，有實力及野心，想要併吞台灣。而這個時代的台獨主張訴求中華民國獨立於台灣，
捍衛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獨立現狀。第四代的台灣獨立運動是亞細亞的孤兒，成功結合了國際社會的孤兒，而成為現在台灣的主流民意。不過，第四代的台獨思想在1956年是不可能發生，那是在很多年之後的事情了。我就等到1971年那一集的節目，再來詳細說這個轉變的過程。廖文毅在1956年創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然而僅僅9年，在1965年，他就放棄台獨建國的理想，黯然回到台灣，從此成為隱形人，沒有再發表過一言片語或任何文字。廖文毅病逝於1986年5月9日，而隔年1987年，蔣經國總統宣布台灣地區於7月15日零時起正式解除戒嚴，所以廖文毅並沒有機會在台灣解除戒嚴及民主化之後發表他人生的心路歷程，而是寂寞地走完他下輩子的人生路。我在雲林西螺徒步旅行時，曾造訪廖文毅的故居。廖文毅可說是一個生不逢時的歷史悲劇人物。而最後，我想分享一則1956年在台灣社會發生的一件算是花絮新聞。當年5月15日，台北市2名女子因為穿着短衣短褲在街上行走，被警察以妨礙風化罪名逮捕，各罰30元。這2位女子如果現在還健在的話，差不多應該90歲了。如果剛好你們又有在收看這一集的節目的話，那我在這裡向你們說一聲辛苦了，你們受委屈了，因為你們生不逢時。一個人的思想、觀念及行為，如果領先於他所處的時代，那麼他的思想、觀念及行為往往會被當時的人們所批評，甚至遭到別人惡意的攻擊與辱罵。而此事古難全，所以但願人長久，可以等到遲來的正義。那我今天同你開講就到這邊結束，謝謝收看，我們下一集、下一年1957年見，拜拜。